星际有机分子作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4大发现之一，是存在于星际空间的碳基化合物，是星际化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其研究涉及天文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理解宇宙化学演化和生命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星际有机分子的存在与演化，为揭示星云、恒星及星系的化学演化规律提供了关键线索。通过对星际有机分子的探测与分析，科学家能够追溯宇宙物质的起源与演变，解析天体物理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机制，进而搭建起天体物理与生命科学交叉研究的桥梁。近年来，随着空间观测技术的不断突破，星际有机分子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人类首次在银河系外的极端环境中探测到冰相复杂有机分子，这一发现为厘清生命前体分子的宇宙起源提供了全新线索。在大麦哲伦星云等星系中，科学家们通过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观测到了甲醇、乙醇、乙酸等有机分子。这些分子在低温、强辐射等极端条件下的存在，挑战了传统的化学演化理论，凸显了星际有机分子研究在天体演化与生命起源两大基础科学问题中的关键价值。星际有机分子是指存在于星际介质、恒星形成区及星周环境中的碳基化合物。这些分子的形成与演化是星际化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其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为探索宇宙化学演化和生命起源提供了关键线索。依据分子中原子数量与结构复杂度，星际有机分子可分为简单有机分子与复杂有机分子。简单有机分子通常含有碳原子数小于等于6，如甲烷、甲醛等，是构成复杂有机分子的基础单元，而复杂有机分子则含有碳原子数大于6，如甲醇、乙醇、乙酸、甲酸甲酯等。这些分子具有更复杂的结构和多样化的化学反应活性。根据存在的相态，星际有机分子又可分为气象分子与冰相分子。气象分子存在于星际气体中，参与星际空间的气象化学反应。冰相分子则主要附着于低温尘埃颗粒表面，形成冰幔结构。在低温环境下，冰相分子通过表面吸附、扩散与化学反应，逐渐形成更复杂的有机分子，是星际空间中复杂有机分子合成的关键载体。星际有机分子的分布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其高密度区域主要集中于恒星形成区、分子云、行星状星云及星系核等环境。在银河系中，分子云是星际有机分子的重要储存库，如猎户座分子云，其内部富含大量的甲醇、甲醛等有机分子。研究表明，银河系中心区域的复杂有机分子丰度显著高于太阳系附近区域，这可能与银河系中心的高密度、高辐射环境以及频繁的恒星形成活动有关。在核外环境中，星际有机分子的分布也呈现出独特的特征。大麦哲伦云作为银河系的邻近矮星系，其原恒星周围的星际介质处于低金属丰度、强紫外辐射的极端条件下，但仍探测到大量的冰相复杂有机分子，如甲醇、乙醇、甲酸、甲酯等。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在极端环境下，星际有机分子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依然活跃，为研究宇宙有机化学的普适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时间尺度上，星际有机分子的分布与恒星演化密切相关。在恒星形成的早期阶段，星际分子云在引力作用下坍缩，温度和密度逐渐升高，触发一系列化学反应，导致有机分子的合成与演化。随着恒星的演化，星风、超新星爆发等过程将星际物质重新注入星际空间，改变了星际有机分子的分布与丰度。甲醇、乙醇、乙酸等典型的复杂有机分子，不仅是地球工业与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常见物质，更是宇宙中构建生命前体分子的核心骨架。甲醇作为最简单的醇类化合物，在星际空间中广泛存在，是合成更复杂有机分子的重要中间体。乙醇则可通过甲醇的进一步氢化反应形成，其在星际介质中的丰度变化，反映了星际化学反应的进程与环境条件。乙酸作为一种含羰基的有机酸，
在星际空间中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质。在某些星际环境中，乙酸的丰度异常偏高，如在大麦哲伦云的原恒星周围，乙酸的丰度相对于其他复杂有机分子显著增加。这种丰度差异可作为揭示星际环境物理化学条件的关键探针，帮助科学家深入理解星际化学反应的调控机制。甲酸甲酯与乙醛等分子在星际化学中具有重要的天体价值，这些分子可通过进一步的化学反应形成氨基酸的前体物质，为生命起源提供了潜在的物质基础。乙醇醛作为一种重要的糖前体分子，是核糖 RNA 的核心组分的化学前驱体，其在星际空间中的发现为研究生命起源的化学演化路径提供了关键线索。射电天文观测作为探测星际有机分子的传统核心手段，基于分子在射电波段的特征发射谱线，实现对星际分子的探测与分析。分子中的原子通过电磁相互作用形成特定的能级结构，当分子在不同能级间跃迁时，会吸收或发射对应频率的光子，产生特征谱线。在射电波段，水分子在 1.35 GHz 和 1.43 GHz 处有强烈的射电发射，氨分子则在2380兆赫兹处有特征谱线。通过高灵敏度射电望远镜捕捉这些谱线，科学家能够识别星际空间中的分子种类，并通过谱线强度分析实现对分子丰度的定量测定，其探测精度可达 ppb 量级。红外光谱技术则利用分子振动和转动能级的跃迁特性，探测星际尘埃的红外辐射，识别复杂有机分子的振动和转动谱线。分子中的化学键在红外波段的辐射下会发生振动和转动，不同的化学键和分子结构对应着独特的红外吸收频率。星际尘埃颗粒表面吸附的有机分子在低温环境下形成冰幔结构，通过红外光谱分析，可识别出碳链、芳香烃等复杂有机分子的特征谱线。在对猎户座分子云的观测中，科学家利用红外光谱技术探测到了甲醇、甲醛等复杂有机分子的振动谱线，揭示了分子云中复杂的化学反应网络。红外光谱技术的优势在于能够突破可见光观测受尘埃遮挡的限制，实现对星际分子云内部的深入探测。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投入使用，标志着星际有机分子探测进入了新的时代。JWST 配备了先进的中红外仪器，具备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观测能力，能够探测到更微弱、更遥远天体的光谱信号。在对银河系外大麦哲伦云的大质量原恒星 ST6 的观测中， JWST 首次在其周围探测到冻结于尘埃颗粒冰层中的乙醛、乙酸、甲醇等复杂有机分子，这是人类首次在河外环境中直接观测到冰相复杂有机分子。此次观测不仅证实了冰相复杂有机分子在低金属丰度、强紫外辐射的河外环境中的存在，还识别出14条未确认的潜在有机分子吸收线，为后续的分子识别与化学演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这一发现填补了冰相复杂有机分子在河外环境观测的空白，为研究宇宙早期有机分子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直接样本，有助于科学家深入理解在极端环境下有机分子的化学合成机制，以及星际物质如何从简单分子逐步演化成生命所需的复杂有机分子。星际有机分子的准确识别离不开实验室光谱比对技术的支持。由于星际环境中分子的谱线信号微弱且复杂，需要将天体观测得到的谱线与实验室中纯净分子的标准光谱进行精确匹配，才能确定分子的种类和结构。科学家通过在实验室中模拟星际环境的低温、低压条件，测量各种有机分子的光谱特征，建立起详细的光谱数据库。在确认星际乙醇醛分子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将射电天文观测得到的谱线与实验室中乙醇醛的转动光谱进行比对，最终确定了其在星际空间中的存在。然而，目前仍有许多潜在的生命前体分子，如一些复杂的氨基酸前体，由于缺乏准确的实验室光谱数据，难以在星际观测中得到确认。随着量子化学计算技术的发展，理论计算光谱与实验室测量相结合，为填补这一数据空白提供了新的途径。
针对观测数据中的噪声干扰与谱线重叠问题，机器学习算法与多波段数据融合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复杂有机分子谱线解析的效率与准确性。机器学习算法，如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能够对大量的光谱数据进行模式识别与分类，自动提取谱线特征，实现对复杂分子的快速识别。多波段数据融合技术则将射电、红外、紫外等不同波段的观测数据进行整合，利用不同波段数据的互补性，提高对分子结构和丰度的繁衍精度。在对星系和区域复杂有机分子的研究中，通过多波段数据融合分析，科学家成功解析出多种分子的谱线，揭示了星系核中复杂的化学组成与演化过程。在低温星际环境中，尘埃颗粒表面扮演着复杂有机分子合成的核心角色，被视为星际化学的合成工厂。星际尘埃主要由硅酸盐、碳质材料和冰等物质组成，其粒径通常在亚微米到微米量级。这些微小颗粒为简单分子的吸附与反应提供了理想的物理平台。在冷分子云中，氢气、一氧化碳等简单分子会在尘埃颗粒表面冻结，形成冰幔结构。在这种低温、低密度的极端环境下，分子的热运动极为缓慢，传统的热化学反应难以发生，非热化学反应成为分子合成的主导机制。尘埃表面的非热化学反应过程主要包括分子吸附、表面扩散、化学反应与脱负等步骤。当星际气体中的原子或分子碰撞到尘埃颗粒表面时，会被表面的弱相互作用力吸附，形成物理吸附层。在低温下，这些吸附分子可在尘埃表面通过量子隧穿效应实现扩散，克服传统热扩散难以逾越的能垒，增加分子间的相遇概率。当两个吸附分子相遇时，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更复杂的分子结构。甲醇的合成便是一氧化碳分子在尘埃表面逐步氢化的结果。氘首先吸附于尘埃表面，与氢原子反应生成 HCO， 随后 HCO 进一步氢化，依次形成 CH2O 和 CH3O。 芝江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构建高精度的星际化学模型，深入研究了尘埃颗粒表面的非热化学反应过程。研究发现，尘埃颗粒的随机加热效应，即所谓的热尖峰现象，可显著促进冷云核中复杂有机分子的合成。在星际环境中，宇宙射线和紫外线等高能粒子的撞击会使尘埃颗粒表面局部温度瞬间升高，从而加速化学反应进程。模拟结果表明，半径约 4.7 纳米的尘埃颗粒对复杂有机分子的增风贡献最大。这一发现为解释冷云核中复杂有机分子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效弥补了传统热化学反应模型在解释低温环境下分子合成时的不足。随着原恒星的演化，其内部温度和辐射强度逐渐增加，周围星际物质的物理化学环境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当原恒星周围物质的温度升高至100至200 K 时，尘埃表面的冰相分子开始升华，进入气象环境，引发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气象化学反应。在气象环境中，紫外线辐射和宇宙射线成为驱动化学反应的主要能量来源，促使分子发生电离、解离和重组等过程，推动星际有机分子向更复杂的结构演化。在原恒星形成区域，强烈的紫外辐射可使气象中的简单有机分子发生电离，形成离子态分子。这些离子态分子与周围的中性分子发生离子分子反应，通过电荷转移和原子交换等过程，形成更复杂的分子结构。丙醇和丙醛等分子的形成，可通过气象中乙醇分子的电离、复合过程实现。乙醇分子在紫外辐射作用下失去一个电子，形成乙醇离子，随后与周围的氢原子或甲基自由基发生反应，逐步构建出丙醇和丙醛的分子骨架。此外，宇宙射线在气象化学反应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宇宙射线中的高能粒子如质子、电子和重离子与星际分子相互作用，可导致分子的电离和解离，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离子。这些活性中间体具有极高的化学反应活性，能够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促进复杂分子的合成。
在超量红外星系核中，强烈的宇宙射线通量会使多环芳烃等大分子有机物发生碎裂，分解为小分子有机物，如乙炔、乙烯等。这些小分子有机物进一步参与气象化学反应，为更复杂有机分子的合成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星际有机分子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受到星际环境中多种物理化学因素的显著调控，其中金属丰度和紫外线辐射强度是两个关键的影响因子。金属丰度是指星际介质中除氢和氦以外的重元素的相对丰度，它直接影响星际分子的合成路径和丰度分布。紫外线辐射则通过光致电离和光解离等过程，改变分子的化学结构和反应活性，对星际有机分子的演化产生深远影响。以大麦哲伦云为例，作为银河系的邻近矮星系 ，LMC 的金属丰度约为银河系的1/2，同时其受到的紫外线辐射通量远高于银河系。对 LMC 中质量较大的原恒星 ST6 的观测研究表明，低金属丰度导致 ST6 周围星际介质中除乙酸外的复杂有机分子丰度均低于银河系内同类天体。这是因为金属元素在星际分子合成过程中常作为催化剂，低金属丰度限制了一些关键化学反应的速率，从而影响了复杂分子的形成效率。然而 LMC 中强烈的紫外线辐射通量却对乙酸的合成产生了促进作用，使其丰度异常偏高。在 ST6 周围的星际介质中，紫外线辐射可使乙醛等前体分子发生光质氧化反应，生成乙酸。这一现象表明，在极端星际环境下，不同物理化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导致星际有机分子的丰度和种类分布发生显著变化。此外，星系核等极端环境中的宇宙射线强度也对星际有机分子的演化具有重要影响。在星系核中，宇宙射线的通量比银河系平均水平高出几个数量级，这些高能粒子与星际分子的频繁碰撞，可显著改变分子的反应速率和反应路径。宇宙射线引发的电离反应可使分子中的化学键发生断裂，产生更多的自由基和离子，从而加速复杂分子的合成与分解过程，重塑星际有机分子的种类和丰度分布。星际有机分子作为星系化学演化的关键示踪剂，其丰度与分布特征蕴含着宇宙化学演化的关键信息。在星系的演化历程中，星际有机分子的形成与演化与恒星形成活动紧密相连。研究表明，星际有机分子的丰度与恒星形成速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联为科学家提供了一条回溯星系化学演化历史的重要线索。在早期宇宙中，星系处于低金属丰度阶段，星际介质主要由氢、氦等氢元素组成。随着恒星的形成与演化，重元素逐渐通过恒星核合成和超新星爆发等过程被注入星际介质，星际有机分子的种类和丰度也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对不同演化阶段星系中星际有机分子的观测与分析，科学家能够追踪星系从早期低金属丰度阶段到现代副金属阶段的化学演化历程。在银河系的演化过程中，早期恒星形成活动产生的重元素逐渐富集于星际介质中，为复杂有机分子的合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银河系中的分子云逐渐演化，其中的有机分子丰度不断增加，种类也日益复杂。这种演化过程在银河系中心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恒星形成活动的频繁发生，银河系中心区域的复杂有机分子丰度显著高于银河系的其他区域。近年来，对河外环境的观测研究为揭示星系化学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大麦哲伦云等星系中，科学家通过 JWST 等先进观测设备，在低金属丰度、强紫外辐射的极端条件下，探测到了冰相复杂有机分子的存在。这些发现表明，即使在早期宇宙或极端环境中，生命前体分子的合成也已具备条件，为厘清宇宙有机化学演化的时间标尺提供了重要约束。通过对比不同星系中星际有机分子的丰度和分布特征，科学家能够深入了解星系演化过程中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星际有机分子形成与演化的影响。
星际有机分子作为生命前体分子的宇宙来源，为生命种子假说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这一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宇宙中的有机分子，这些分子通过彗星、小行星等天体的撞击，被输送到地球表面，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近年来，对太阳系彗星与陨石的研究，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对碳质球粒陨石的分析中，科学家发现了多种氨基酸的存在，这些氨基酸的结构与星际有机分子的演化产物高度一致。这一发现暗示，地球生命的种子可能源于星际物质。在太阳系形成初期，这些有机分子被吸附在小行星和彗星等天体上。随着太阳系的演化，这些天体通过撞击地球等行星的方式，将有机分子输送至行星表面，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物质基础。对彗星的研究也为生命种子假说提供了重要线索。彗星是太阳系形成初期的残留物，其内部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星际物质。通过对彗星的观测和分析，科学家发现彗星中含有丰富的有机分子，包括甲醇、乙醇、甲醛等，这些分子是构成生命的重要前提。罗塞塔号探测器对 67P 楚留莫夫格拉西门克彗星的探测结果显示，该彗星表面存在大量的有机分子，其中一些分子与地球上的生命分子具有相似的结构。这表明彗星在太阳系演化过程中可能扮演了生命前体分子携带者的角色，将宇宙中的有机分子输送到地球等行星上。ST6原恒星周围潜在乙醇醛的发现，进一步指向 RNA 分子前驱体的宇宙存在。乙醇醛作为一种重要的糖前体分子，是核糖 RNA 的核心组分的化学前驱体。这一发现为生命在宇宙中并非孤立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观测线索，暗示着在宇宙的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着类似的生命起源过程。通过对星际有机分子的研究，科学家能够深入了解生命前体分子在宇宙中的分布和演化，为探索宇宙中生命的起源和传播提供重要依据。太阳系的形成与星际介质密切相关，其有机分子组成与星际介质存在显著的传承关系。太阳系形成于原恒星阶段的分子云，在这一过程中，星际分子云在引力作用下坍缩，形成了太阳和太阳系的各大行星。在太阳系形成初期，小行星与彗星等天体在形成过程中会吸附并保存星际有机分子，这些分子成为太阳系有机物质的重要来源。小行星作为太阳系中的小天体，其表面和内部保存了大量的星际有机分子。在太阳系的早期演化过程中，小行星通过碰撞和吸积等过程逐渐形成，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吸附了周围星际介质中的有机分子，成为了有机分子的储存库。这些有机分子在小行星的表面和内部经历了复杂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为太阳系中有机物质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彗星则是太阳系中另一类重要的天体，它们主要由冰和尘埃组成，内部含有丰富的有机分子。彗星在太阳系边缘形成，其轨道通常非常椭圆。当彗星接近太阳时，其表面的冰会升华，释放出内部的有机分子。这些分子会在彗星周围形成彗发和彗尾，成为太阳系中有机物质的重要来源。在彗星的演化过程中，有机分子会经历各种物理和化学过程，如光解、热解等。这些过程会改变有机分子的结构和组成，为太阳系中有机物质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通过撞击地球等行星的方式，小行星与彗星将星际有机分子输送至行星表面，搭建起星际有机分子与行星生命起源之间的物质桥梁。在太阳系的演化历史中，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事件频繁发生。这些撞击事件不仅为行星带来了水和其他挥发性物质，还带来了大量的有机分子。这些有机分子在行星表面的环境中可能参与了各种化学反应，逐渐形成了更复杂的有机分子，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物质基础。对地球上的陨石坑和地质记录的研究表明，在地球的早期历史中，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小行星和彗星撞击事件。这些撞击事件可能为地球带来了大量的有机分子，
这些分子在地球的海洋和大气中逐渐积累，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通过对太阳系有机分子的星际传承研究，科学家能够深入了解太阳系中有机物质的来源和演化，以及它们在行星生命起源过程中的作用。当前，对星际有机分子的观测研究已从银河系内拓展至河外环境，为深入理解分子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多维度视角。在银河系内，恒星形成区的星际介质富含多种复杂有机分子，其丰度与分布受到金属丰度、辐射场、温度和密度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调控。以猎户座分子云为例，作为银河系内典型的恒星形成区，其中探测到了大量的甲醇、乙醇、甲酸甲酯等复杂有机分子。这些分子的丰度与分子云的物理条件密切相关。在分子云的核心区域，由于密度较高、温度较低，复杂有机分子的合成效率较高，丰度也相对较高。然而，在河外环境中，星际有机分子的观测研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由于河外星系距离地球较远，信号微弱，观测难度较大。尽管如此，随着观测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们仍在河外矮星系中取得了重要的观测成果。在大麦哲伦云的大质量原恒星 ST6 周围，通过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高分辨率观测，首次探测到了冰相复杂有机分子，包括乙醛、乙酸、甲醇等。与银河系内的观测结果相比， LMC 中除乙酸外的复杂有机分子丰度整体较低，这可能与 LMC 的低金属丰度和强紫外辐射环境有关。低金属丰度限制了某些化学反应的进行，而强紫外辐射则可能导致分子的光解和电离，从而影响分子的丰度和稳定性。研究还发现，在河外环境中，一些特定分子的丰度会出现异常增丰的现象。在 LMC 的 ST6 原恒星周围，乙酸的丰度显著高于银河系内同类天体。这一现象表明，在河外环境的极端物理条件下，可能存在着独特的化学反应机制，促进了乙酸等特定分子的合成。通过对比银河系与大麦哲伦云等河外星系的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可以进一步厘清金属丰度、辐射场等因素对星际有机分子演化的调控规律。然而，目前河外观测的样本量仍然有限，不同星系之间的物理条件差异较大，仍需扩大观测范围，增加观测样本，以验证现有结论的普适性，并深入探索星际有机分子在不同环境下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冷云河作为星际空间中温度极低约10至20 K、密度较高的区域，其中复杂有机分子的形成机制一直是天体化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争议焦点。传统的天体化学模型认为，复杂有机分子的合成需要较高的温度和能量，通常发生在热分子、云核或恒星形成区的高温环境中。在这些高温环境下，分子的热运动较为剧烈，化学反应速率较快，有利于复杂分子的合成。然而，近年来的观测研究发现，在冷云河中也存在着丰富的复杂有机分子，如甲酸甲酯、二甲醚等，这与传统模型的预测相悖。为了解释冷云河中复杂有机分子的存在，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假说。一种观点认为，复杂有机分子可能在尘埃颗粒表面通过非热化学反应逐步合成。在冷云河中，尘埃颗粒表面吸附了大量的简单分子，如氢气、一氧化碳等。这些分子在尘埃表面通过量子隧穿效应等非热过程发生扩散和反应，逐渐形成更复杂的分子结构。另一种假说认为，宇宙射线和紫外线等高能粒子的作用可能在冷云河中引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促进复杂有机分子的合成。宇宙射线中的高能粒子与星际分子相互作用，可导致分子的电离和解离，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离子。这些活性中间体能够引发连锁反应，促进复杂分子的形成。之江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尘埃随机加热效应模型，为解释冷云河中复杂有机分子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该模型考虑了小尺寸尘埃在吸收高能光子后温度的瞬间升高，即所谓的热尖峰现象。在星际环境中，
宇宙射线和紫外线等高能粒子的撞击会使尘埃颗粒表面局部温度瞬间升高，从而加速化学反应进程。通过模拟不同半径尘埃的温度变化，以及冷云河约10万年的化学演化历史，研究发现半径约 4.7 纳米的尘埃对复杂有机分子的增风贡献最大。这一模型能够成功解释冷云河中复杂有机分子的风度，为解决冷云河中复杂有机分子形成机制的争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该模型仍需更多的观测数据和实验室模拟的验证。目前，对冷云河中尘埃颗粒的物理性质和化学组成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对尘埃表面化学反应的微观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实验室模拟星际环境下的化学反应过程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精确模拟低温、低密度的极端条件，以及如何准确测量反应速率和产物分布等。因此，关于冷云河中复杂有机分子的形成机制，仍存在许多未解之谜，需要科学家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结合更多的观测和实验数据，不断完善相关理论模型。在星际有机分子研究中，探测生物标志物，如氨基酸、核苷酸等，对于揭示生命起源和宇宙生命的普遍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人类尚未在星际环境中直接探测到这些核心生物标志物，主要原因在于探测技术面临着诸多瓶颈与挑战。复杂大分子的谱线特征复杂且丰度较低，是生物标志物探测的主要障碍之一。氨基酸、核苷酸等生物标志物通常具有复杂的分子结构，其谱线特征涉及多个振动和转动能级的跃迁，使得谱线数量众多且相互重叠。在星际环境中，这些生物标志物的丰度相对较低，信号微弱，容易被噪声淹没，增加了探测的难度。星际空间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其他分子和尘埃，它们的谱线也会对生物标志物的探测产生干扰，进一步加大了谱线解析的复杂性。实验室中大分子的光谱数据积累不足，也限制了天体观测数据的解析效率。由于生物标志物的分子结构复杂，在实验室中精确测量其光谱特征面临着诸多技术难题。目前，对于许多生物标志物的光谱数据，尤其是在星际环境相关条件下的光谱数据，仍然存在较大的空白。这使得在将天体观测数据与实验室光谱进行比对时，缺乏足够的参考依据，难以准确识别生物标志物的谱线。观测技术的分辨率和灵敏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的射电望远镜和红外光谱仪等观测设备，虽然在星际有机分子探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对于生物标志物这样的复杂大分子，其分辨率和灵敏度仍显不足。高分辨率的观测技术能够更清晰地分辨生物标志物的谱线特征，减少谱线重叠的干扰，而高灵敏度的设备则能够探测到更微弱的信号，提高生物标志物的探测概率。因此，研发更高分辨率和灵敏度的观测技术是突破生物标志物探测瓶颈的关键。为了克服这些技术瓶颈，科学家们正在积极探索新的观测方法和技术手段。利用大型射电望远镜阵列，如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可以提高观测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增强对微弱信号的探测能力。结合多波段观测技术，将射电、红外、紫外等不同波段的观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利用不同波段数据的互补性，更全面地了解星际分子的结构和性质，提高生物标志物的识别准确率。加强实验室光谱研究，通过改进实验技术和设备，积累更多生物标志物在星际环境条件下的光谱数据，为天体观测数据的解析提供更坚实的基础。随着天文学观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星际有机分子的研究将更加依赖多波段观测技术的协同应用，结合射电、红外、高能射线等多信使数据，实现对星际分子的全方位解析。射电观测在星际有机分子探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能够探测到分子的转动谱线，为分子的识别和丰度测量提供关键信息。中国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分辨率，
能够探测到更多的星际分子谱线，为研究星际分子的分布和演化提供更丰富的数据。FAST 可以探测到银河系中心区域的星际分子谱线，研究银河系中心的物理化学环境对星际分子形成和演化的影响。红外观测则能够探测到分子的振动谱线，揭示分子的结构和化学间信息。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投入使用，使得红外观测在星际有机分子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JWST 能够探测到更遥远天体的红外信号，为研究宇宙早期星际分子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可能。未来，中国的空间站望远镜也将在红外波段开展观测，与 JWST 形成互补，共同推动星际有机分子研究的发展。CSST 可以对银河系内的恒星形成区进行观测，研究星际分子在恒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除了射电和红外观测，高能射线观测也将为星际有机分子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宇宙射线和伽马射线等高能射线与星际分子相互作用，会产生独特的信号。通过探测这些信号，可以了解星际分子的物理化学性质和演化过程。中国的悟空卫星作为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在探测宇宙射线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未来有望在星际有机分子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悟空卫星可以探测到宇宙射线中的高能粒子与星际分子相互作用产生的信号，研究星际分子在高能环境下的演化。通过多波段多信使联合观测，科学家可以获得星际分子的全方位信息，深入研究星际分子的形成、演化和分布规律。将射电、红外和高能射线观测数据结合起来，可以更准确地确定星际分子的种类和丰度，研究星际分子在不同物理化学环境下的演化过程。多波段多信使联合观测还可以为研究星系演化和生命起源提供重要线索。通过研究星际分子在星系演化过程中的变化，了解星系的化学演化历史。通过研究星际分子中的生命前体物质，探索生命在宇宙中的起源和传播。实验室模拟与理论建模是深入理解星际有机分子形成与演化机制的重要手段。在未来，深化实验室光谱实验，积累更多潜在生命前体分子的标准光谱数据，将成为提升天体分子识别精度的关键。由于星际环境的复杂性，许多潜在的生命前体分子在天体观测中难以被准确识别，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准确的实验室光谱数据。因此，科学家需要在实验室中模拟星际环境的低温、低压条件，精确测量各种有机分子的光谱特征，建立详细的光谱数据库。通过高分辨率光谱技术，测量乙醇醛等糖前体分子在低温下的转动和振动光谱，为天体观测中识别这些分子提供准确的光谱参考。同时，结合量子化学计算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更精细化的天体化学模型，将有助于模拟不同星际环境下分子的形成与演化路径。量子化学计算可以从分子层面深入解析化学反应的微观机制，预测分子的结构和性质。通过量子化学计算，可以研究尘埃表面非热化学反应中分子的吸附、扩散和反应过程，揭示复杂有机分子的合成机制。机器学习算法则能够对大量的观测数据和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和挖掘，发现其中的规律和趋势。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对星际分子的丰度和分布数据进行分析，建立分子丰度与星际环境物理化学参数之间的关系模型，预测不同星际环境下分子的丰度和分布。通过实验室模拟与理论建模的深化，实现观测数据与理论模型的相互验证，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星际有机分子形成与演化理论体系。科学家可以将实验室测量的光谱数据与天体观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理论模型的准确性。同时，根据观测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使其更加符合实际的星际环境。这种观测与理论相互促进的研究模式，将推动星际有机分子研究不断深入，为解决宇宙化学演化和生命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有力支持。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将朝着原位分析的方向发展，通过直接采集和分析天体表面的物质、
获取星际有机分子的第一手资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蜻蜓任务计划于2028年7月发射，并于2034年抵达土卫六泰坦。土卫六是土星最大的卫星，其表面富含复杂有机分子，基于甲烷的天气循环与地球的水循环类似。蜻蜓任务将在土卫六表面数十个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点之间飞行，采集和分析样本，研究生命起源前的化学，寻找生命的化学组成单元，并评估土卫六的宜居性。蜻蜓任务将携带一系列先进的仪器，如质谱仪、色谱仪等，对土卫六表面的有机分子进行精确分析，揭示土卫六上有机分子的种类、丰度和分布规律。中国的行星探测任务也将为星际有机分子研究提供新的机遇。中国的天问2号任务计划在2025年左右发射，它将首先前往近地小行星469219卡莫奥阿莱瓦，尝试采集样本并将其带回地球。之后主探测器将继续前往研究主带彗星 311P Panasd-RS。 通过探测小行星和彗星等天体，中国的行星探测任务可以获取太阳系早期的物质样本，研究星际有机分子向太阳系的传递过程，验证生命种子假说。天问2号任务将搭载有机分子分析仪器，对采集到的样本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其中有机分子的组成和结构，了解太阳系早期有机分子的演化历史。原位分析技术的发展将使科学家能够更直接地研究星际有机分子的性质和演化，为揭示宇宙化学演化和生命起源的奥秘提供关键证据。通过对土卫六、小行星和彗星等天体的原位分析，科学家可以深入了解星际有机分子在不同天体环境下的形成、演化和相互作用过程，为研究宇宙中生命的起源和传播提供重要线索。原位分析技术还可以为未来的星际探索和行星开发提供科学依据，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宇宙资源的分布和利用潜力。星际有机分子的研究作为天体物理、化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前沿领域，正逐步揭开宇宙化学演化与生命起源的神秘面纱。空间望远镜的突破性观测成果不仅揭示了复杂有机分子在银河系内外的广泛存在，还为研究其形成与演化机制提供了关键数据。星际有机分子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涉及尘埃表面的非热化学反应、气象环境的辐射驱动反应以及极端星际环境的调控作用。尘埃颗粒表面作为复杂分子的合成工厂，通过量子隧穿等非热过程促进分子的合成与演化。气象环境中的紫外线辐射和宇宙射线则在分子升华后驱动一系列复杂的气象反应，推动分子向更高级的结构演化。星际有机分子不仅是星系化学演化的关键式踪迹，其丰度与分布反映了星系从早期到现代的化学演化历程，也是生命前体分子的宇宙来源，为生命种子假说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太阳系中的小行星与彗星作为星际有机分子的携带者，通过撞击行星的方式，将这些分子输送至行星表面，搭建起星际物质与行星生命起源之间的物质桥梁。然而，当前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冷云核中复杂有机分子的形成机制上存在争议，生物标志物的探测技术仍有待突破。未来，多波段多信使联合观测技术的发展将实现对星际分子的全方位解析，实验室模拟与理论建模的深化将进一步揭示分子形成与演化的微观机制。空间探测任务的新布局将使人类能够对天体表面的有机分子进行原位分析，获取第一手资料。随着观测技术与理论研究的不断进步，星际有机分子的研究有望在宇宙化学演化和生命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为人类揭示宇宙中生命的起源与分布提供终极答案。